东西，就是有可能会产生损毁。所以我们基于这样子的保护概念，再继续往下延伸，延伸出了我们的泡泡的系列。其实听说今天哦，这个是你的手机的，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它也是在这个手机套的部分，也是有做出这样子 bubble 的一个系列，所以像是它4个角啊，看起来会好像有多出了一个圆圆的角，对不对？但是今天 Riz 要帮我们示范一个危险动作，电视机前面的观众，这个动作千万不要学，好不好？这边来帮我们示范一下。OK， 好，这是我自己的手机，那基本上是一个可以 work 的一个手机。对。那有可能会衰落，好，就是你在不小心的状况之下，那我大概就示范一下，就你正常的使用高度，对，我要转过来。你要做什么？啊！就这样子让它摔下去，然后现在还是好的吗？我看一下。哎，还是好的耶，就是还是可以，完全在功能上面好像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对不对？你这样子大概摔过了几次？你常常都会拿这样子来实验它吗？对，我在不同的国家这样摔，大概摔了几百次了。几百次，然后还是没有说有手机上面功能上面故障的问题出现。对，就是摔不坏，我不能买新的。所以就是它的保护的作用，就是在它这4个角里面，其实内有玄机，对不对？你说它是一个泡泡，但是它在做的时候，中间是不是有就是让它有空隙的一个作用？对，那这个其实是兼顾到生产可能性的一种做法。我们在4个角落里面融入气囊的概念，把气囊放到4个角落上，在机器组装，就是你把保护套装进去了之后，它会跟机器的表面形成一个半封闭的状态。当你在高速落地的时候，它这个地方会变成是一个半封闭的气室。它可以确实的去防止你掉落所造成的震动跟损坏。所以它这样等于是有一个防震的作用，让你的手机穿上这个衣服以后，就是可以很安全的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减少它碰撞的这些震荡，对不对？没错，没错。听说这样子的一个气泡式的设计是有申请专利的，对不对？对，目前全世界的主要的经济体的国家都有这样的专利保护。所以其实也是要矽胶这样的材质才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对不对？对，因为它必须要能够让模具可以强制脱模，那必须要像这样子软性的。在 iPhone 呢，你要去设计这样子的一个保护套的方面，有没有特别的困难？因为它本身的造型其实就已经很抢眼了，对不对？那你要怎么样去设计出一个保护套，可以不抢了它原本的造型，但是又可以达到消费者应该需要的一些保护套的功效上面的需求呢 ？OK， 在这个机器上面的话，它有很大一个面积是触控萤幕，这地方你是不能够把它遮盖住的，但在其他的地方的话，我们希望能够保护住它，但又不要希望它因为保护变得太大了。如果说你用其他的材质来做，也许是纺织品，或是布料，它可能变得非常的厚，那我们不希望因为这样子造成它厚度的增加，所以我们采用了一个非常环保而且易于塑形的材料来做这样子的设计。是什么？这个设计的材质基本上是 silicone， 就是我们讲的矽胶。矽胶。对。矽胶的好处在哪里？除了你刚刚说到它可以做到比较薄之外呢 ？OK， 矽胶它基本上是一个在土壤里面可以自然分解的材质。那在我们来讲就是一个绿色的材质。所以就兼具有环保的概念在里面，对不对？对。那这样的材质，同时它具备有容易塑形的特性。在3D 的空间里面，当你设计好了之后，它生产出来就会是这个样子。那这样子的一个塑形的能力，相当适合在做这样子的保护套的一个设计。所以它基于它是环保材质，然后呢，它的可塑性又比较高，加上我们刚刚其实这边看到它做出来的这个手机套真的非常的薄，对不对？就几乎不会去增加它原本手机太厚的一个厚度。谁说只有商务人士才能时尚呢？运动人士也是可以时尚的，对不对？所以刚刚其实我们漏掉介绍这一个，像是我手臂上面这个啊，其实就是一个可以就是运动型的一个 iPad 的这个手机这个保护套，对不对？所以它有结合像是这样矽胶的一个材质。你说矽胶的材质在碰到流汗汗水的时候，它的好处在哪里？运动的时候就是会流汗，那流汗的话，一般的像这运动臂套就用纺织品或是皮革的材质来做，但是这个材质其实有可能会让水
进食到机器去。那像这样状况的话，就会造成机器的一些损伤。而且我有一点啊，就是还要补充说明，其实皮革碰到汗水以后，它久了它会有一个味道出来，对不对？对。所以在矽胶上面，它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烦恼的部分，对不对？然后它就可以让，就是也有设计出这样子一个运动型的一个保护套。